云汽车的刘侃，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鹅看新车。相信在国内提到三缸机，大家都会色变。确实，三缸机对一些很中档的车型的销量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好在国内很多品牌都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进行一个调整。比如我身边这一台全新一代的别克威朗普若车型，它可以说是威朗车型的换代车型。全系最大的亮点就是换上了别克第8代的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同时，这款 GS 车型呢，在性能上也对得起 GS 这个称号。那么这款车到底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那么全新一代威朗普若全系也将在9月10号正式上市啊。这款 GS 车型可以说是威朗普若中的运动版车型，同时也是顶配车型了。可以看到整车在外观上的营造更加的凸显了运动感。细节上来看，整个前格栅的尺寸更大，同时运用了这种黑色的中网，以及黑色的装饰件，以及底部黑色的前唇，包括了前包围都是黑色，在视觉上的确大幅提升了整车的运动感。那么值得一说的是，在两侧的前包围处还采用了开孔的设计，这样有助于提升车辆的空气动力学。可以看到整个车侧面的造型更加富有力量感，尤其是这种直线的勾勒，同时也增加了侧面的一个层次感。整车还配备了17英寸的运动轮毂，包括了里面还有红色的刹车卡钳。车身的轴距为2700毫米，也是标准级的紧凑级轿车。车尾造型更加注重层次感，同时也大量使用这种黑色的饰件来提升运动感，尤其是个性化的后扰流板。但如果底部能够再加上双出的排气，可能效果会更好。其实 GS 车型还拥有一系列的专属设计，比如像前后下包围、侧裙以及尾翼等车身组件都能灵活更换，因此呢，也能满足车主的个性化改装乐趣。坐进车内啊，可以感受到很强的这种展翼环抱式的内饰氛围，同时每个功能区也清晰可见，然后上手也都非常的容易。值得一提的是，它的整个延展性非常的好，那么使得整个中控台在视觉上的感觉会非常的宽。最为抢眼的还是这个之前在 GL8 车型上所看到的贯通屏，这是由2块10.25英寸屏幕所组成。那么整体的界面，然后包括 UI 的设计，感觉都更加的好看，然后也更加的清晰。内部还集成了别克最新的 3.0 智能互联系统，车联网功能和智能语音都得到了升级，同时还支持 CarPlay 和 CarLife 以及手机 APP 远程控制等等，使用起来也同样得心应手。但由于是 GS 车型啊，因此内部在车门内饰条、排挡杆、脚垫等细节处均加入了 GS 的标识。因为 GS 是威朗普若车型里面的顶配车型，所以整车也是采用了这种皮革打孔的包裹，细节上还用了这种菱形花纹的装饰，以及双红色的缝线，整体的造型还是非常的动感的。那么乘坐起来，坐垫和靠背的面积也比较大，舒适性还是可以。两侧侧翼对于身体的也有一定的包裹性。我们来到后排啊，尽管整车的轴距只有2700毫米，但可以看到这个空间还是很充裕的。那么后排座椅乘坐起来舒适性也还不错，同时呢还有中央扶手可以使用，以及还配备了3个独立的头枕来保障后排乘客的安全。威朗普若 GS 搭载的是别克第8代的 1.5T 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当然这款车匹配的也是 CVT 无级变速器。这个发动机最大的功率为184马力，峰值扭矩达到了256米。官方的数据来看啊，100公里加速时间为7.7秒。当然了，如果仅从账面上来看的话，性能参数还是非常不错的。整套动力系统的输出非常的线性且柔和，我个人觉得跟脚感很不错，它能够让车时时刻刻明白你的每一脚的意图。当然了，这也使得整车驾驶起来非常的轻松。虽然配备的是 CVT 变速器，更加注重平顺性，但是在起步或者是初段加速像这样的时候，还是很能明确的感觉到动力响应非常的迅速。尽管匹配的是更加注重平顺性的 CVT 变速器，但是在起步和初段加速像这样的时候，
还是能够感觉到快速的动力响应以及不错的性能。当然了，如果你要超车或者并线的时候，只要舍得踩油门，像这样深踩一下，虽然它的提速并不像配双离合变速器那样的迅猛，但整体的加速性和动力还是非常好的，并不会出现那种发动机只吼不走的现象。方向盘也采用了最新的样式啊，但作为 GS 车型，如果能配上换挡拨片，那就更好了。整个方向盘的转向我觉得是非常适中的，并没有因为运动化的设定而偏沉，同时指向性比较精准，但对于喜欢开车的人来说，还是少了一些路感的回馈。悬挂和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以及后扭力梁加上瓦特连杆的非独立悬挂系统。整个底盘的调教风格，我觉得是兼顾了一定的操控，同时也照顾到了日常的一个舒适性。对于颠簸路面啊，像这样我过井盖的时候，整个处理的还非常的干脆，并没有太多的回震回到车中，还是保障了一个舒适性。同时在过弯的时候，会明显的感觉整个底盘非常的完整，那么对于车身的支撑性也很足。当然了，车尾的循迹性也非常的好，可以说整个车的动态表现是达到了它 GS 的这个称号。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个总结吧。其实威朗这款车，我个人觉得在别克车系中是一款很具竞争力的紧凑级家轿，只是之前使用3缸机确实对它的销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随着全新一代车型的到来，全新4缸机的回归，同时整车性能和调教风格在同级别中也属于一流水准，配置也有所升级，它能否再力挽狂澜呢？我们一起期待9月10号所公布的价格吧。